白色火龙直接将那尖锐之物吞噬殆尽，最后消失在白色火龙的肚子中。见到已经化解了对方的灵魂攻势，萧炎的手臂一摆，直接将白色火龙收回到了自己的体内。然后另外2道灵魂攻势也是在这一刻与萧炎的地炎和神力抵抗之下，彻底的爆炸开来。巨大的声响直接在萧炎的灵魂识海之中席卷而出。要不是萧炎早已经做好提前的准备，怕是自己的灵魂识海都会在这爆炸之中碎裂。不过嗡嗡之声还是出现在了萧炎的脑海之中，当即甩了甩头，那道灵魂人影也是从萧炎的灵魂识海中逃遁而出，出现在其不远处的黑暗空间中，闪闪发着光。那道灵魂人影捂住自己的胸口，剧烈的咳嗽了几声，用不可思议的目光看向萧炎，仿佛是在看一个怪物一般。小贝，你竟然身怀2种火焰，如果我没认错的话，刚刚那道白色火焰应该就是大咒中的神物神火吧？萧炎闻言也没有否决，则是拱手对其恭敬地说道：前辈，正是神火。从萧炎口中得出自己的猜测后，直接让其身躯都有着微微一颤。这道灵魂人影震惊了片刻之后，苦笑了一声道：看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的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即将崛起。小贝，我虽为祖龙族的先祖，对于你的天赋着实让我非常的佩服。也罢，我输了。很明显的，在这位祖龙先祖的话语中得知，萧炎的强大天赋和战斗力的确让其非常的欣赏，也不得不佩服这位后起之秀。现在我便将自己所剩不多的灵魂本源传授给你，虽然只是一道残魂，不是我的巅峰灵魂本源，但是也能让你的灵魂修为提升至主境后期饱和的层次，说不定还能一举突破主境巅峰灵魂的层次，这样让你距离神境灵魂也是更进一步了。说完，一股强大无比的灵魂本源竟是从那道灵魂人影的身上涌了出来，如风掀着的云朵一样狂奔，层层叠叠，然后似百川归海般的冲入萧炎的识海之中，最后也是融于了识海中。萧炎只感到全身顿时变得异常轻灵起来，每一个毛孔都在舒畅的张开，已经停滞很久一段时间的主境后期灵魂也是变得更加的精纯，并且已经开始有了提升的迹象，而且那般速度实在是太过之快了，直接朝着主境巅峰的灵魂层次急速的飙升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自己的灵魂修为竟然突破到了主境后期饱和的层次，一股极其强大的灵魂力量自体内暴涌起来，比起此前主境后期的灵魂力量更加的恐怖强大。不过萧炎并没有因此可高兴，因为那道灵魂人影也是彻底散尽。萧炎望着空荡荡的空间，他知道这位祖龙族先祖也已经彻底的消失于这世间。萧炎得到了这位先祖的机缘之后，眼角含着眼泪跪拜在地，向着刚才灵魂印记所消失的方位重重的弯身鞠了一个躬。再次站起身来时，萧炎心中的沉重之意已经消散了不少。获得了这道灵魂本源的吸收炼化后，萧炎的灵魂修为终于是从主境后期突破至饱和，不过并没有到达巅峰的层次，看来想要达到主境巅峰灵魂的状态，怕是一道灵魂本源还远远不够。萧炎这样感叹时，他的眼光落在了远处又一个稍微比之前的阴魂印记更加的明亮一点。同时现在萧炎已经隐隐猜到，这些灵魂印记的明亮度应该是与自身的实力有关。之前那位不知名的祖龙先辈虽然也有着微亮光芒，却没有这道灵魂印记所散发出来的光芒耀眼，而这道灵魂印记的光芒闪烁间，萧炎的灵魂深处竟然有一些心悸，怕是对付起来估计很难。不过如今的萧炎其灵魂力量已经这更上了一层楼，达到了主境巅峰灵魂的层次，自然是不惧。旋即萧炎将地炎施展而出，形成一个护罩，隔离着有可能飘过来的灵魂印记，然后萧炎的灵魂力量包裹了这道光芒闪烁的灵魂印记。如果说刚才那道灵魂印记是一股清风的话，那么这一道便是一股大风，不知道比刚刚的那道灵魂印记狂暴了多少倍。它一被萧炎的灵魂力量所包裹，便是直接进入了萧炎的灵魂识海中，强悍的灵魂力量便席卷而出，在识海的上空化成近乎凝实出了几个大字，大字呈现净色，闪烁着金属般的冰冷光泽，每一个大字都似有千万斤之重，悬空而立。如果随意的一个沉浮而下的话，就能让萧炎的灵魂识海掀起惊涛骇浪，甚至一个不慎就是可以震碎识海，重创灵魂。小贝，真是没想到你能够通过奥老头那一关，不过想要通过老夫这一关怕是非常之难哦。一道爽朗的大笑之声自萧炎的灵魂识海中响起，其中所说的奥老头应该就是刚刚传授萧炎的那位祖龙先祖。前辈，小辈进入祖龙墓本就是寻求灵魂造诣上的机缘，只有能够让自己的灵魂修为提升，便放马过来吧。你的性格老夫喜欢，接下来你就来承受我的这一关吧。话落，那空中的几个大字直接朝着萧炎的灵魂识海沉浮而下，一股无比可怕的压迫之感顿时席卷而开，萧炎灵魂识海内的海浪便越发汹涌起来，忍受着如被尖锐之物刺挠的剧痛，死死盯着识海中那几个大字，算是真正体验到了这些强大灵魂力量的攻势。原来在灵魂攻击上才是让人痛的苦不堪言，就算是肉体被洞穿，比起灵魂的剧痛，怕都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灵魂的疼痛远比肉体上带来的疼痛痛苦许多倍。而这些祖龙墓之中的灵魂印记，虽然过了很久的时间，绝大多数的灵魂境界也是跌落而下，
可是，一旦被激活，那么同样能够爆发出无比惊人的灵魂力量。而现在被萧炎激活的灵魂印记，应该至少也是一道主境巅峰灵魂宝盒的层次。此刻萧炎就算以主境后期灵魂宝盒的层次，怕也抵不住如此可怕的猛烈攻势。所以，尽管这道灵魂印记只使用了几个大字的沉浮下，就令得萧炎的脑子里好似有成百上千根针在狂刺，以此来冲垮自己的灵魂识海。仅仅几个大字，竟是能够让压垮我的灵魂识海。再这样下去，怕是会非常不利。但是萧炎也是非常的冷静，并没有出现心慌则意乱的情况。在经过这持续灵魂的不断冲击之下，萧炎的精神也开始有些变得恍惚起来。但他努力使自己的意识不被压垮，一定要保持着清醒。萧炎支撑得非常辛苦，渐渐的，他的脸色也是变得越来越苍白。而上方的几个大字依旧是不停地沉淀而下，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几乎在这一刻更是加重了一些。那原本已是风暴连连的灵魂识海里，更是席卷起一股股滔天巨浪，拍打在各个角落，令得萧炎的识海感到更加剧烈数倍的头痛。此刻就算是萧炎，也抵不住脑海内传来的疼痛，喷出一口鲜血，刹那间甚至完全无法张嘴喊叫出声。再这样下去，怕是我的灵魂会彻底的被重创，甚至无法再有提升的机会。不管如何，这一次都得拼了。虽然萧炎疼痛的蜷缩在地不停抽搐，但心中却格外坚定，依旧保持着极为冷静的思考，同样将自身的所有灵魂力量施展到极致。他凭借惊人的意志力挣扎着站了起来，然后七眼眸之中顿时有着白色的火焰升腾而起，直接朝着上方的几个大字铺天盖地的弥漫而去。滚滚火浪在识海中无尽的翻滚着。原本萧炎还想着利用自己刚刚提升一些的强大主境灵魂与之抗衡，结果两者之间的差距竟还是如此之大。这一道灵魂印记的力量，如果将其灵魂本源吸收的话，萧炎有自信必定能够一举突破主境巅峰的层次，所以他必须将对方那压倒性的灵魂力量给击溃。这是神火！一道震惊的声音便是从识海中响彻起来。在萧炎施展出神火之后，也是无比的惊骇。毕竟神火乃是神物，一旦收服神火，那么就会获得极其可怕的神火力量，能够让自身的神力修为提升许多，甚至还能够施展神火的独门神技。这位祖龙先祖心想，这仅仅只是序列神实力的萧炎，竟然身怀神火，仿佛是见识到了连他都觉得这不该发生的事情。白色的火海自己是弥漫开来，其中的焚烧力量更是可怕到了极致。虽然说对方的灵魂力量很强大，可是面对着如此恐怖的毁灭之力，他都是难以抵抗住幻虚神火所带来的毁灭性之威。这也就是为什么能够成为大咒神物的原因。神火乃是天下万火之神，虽然只排在9道神火的末尾，可是它依然也是神火，其中所带来的毁灭力量更是连神奇强者都要忌惮。如果说是神境灵魂，或许能够与幻虚神火的力量抵抗1、2，可对方的灵魂力量虽强大，但还只是主境巅峰灵魂，所以很快对方的那几个大字在幻虚神火的焚烧之下开始变得扭曲，渐渐的那几个大字则是彻底的消失不见，而原本沉重无比的感觉也是随之那几个大字的消失彻底的消失不见。萧炎此时揉了揉自己的双肩，一股酸痛之感则是传遍全身上下。刚刚的灵魂力量对抗中，萧炎一直处于下风，要不是最后施展神火，怕已经被那几个大字压得喘不过气来。小贝，你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不过还没有结束哦。然而那道欣赏之声再度响起，直接充斥在萧炎识海的每一个角落。刚刚那消失不见的金色大字又是浮现了出来，其上还有着淡淡的雪白光芒开始闪烁，同时还在不停地颤抖着，显得很是激动。雪白光芒在萧炎的灵魂识海中不断地蔓延开来，弹指间，那雪白光芒便是已经在识海的地面上厚厚布满叠成起来，仿佛如那雪白之海一般。雪白之海中散发出无比强大的灵魂波动，瞬间将识海的温度急速下降，顿时令萧炎的嘴角却不住的抽搐，心中更是一阵骇然。没想到刚刚在幻虚神火的焚烧之下，还没有将其重创，反而对着萧炎再次发出了更加猛烈的灵魂攻击。随着识海的温度下降之后，顿时感觉到无比刺骨寒冷，冷得体内的血液和神力都凝固了一般。这低温的确有些棘手。萧炎呢喃，比起之前在上古圣地时所遇到的低温区域更冷。不到1刻的功夫，萧炎就被冻得嘴唇发白，全身连连打颤。他急忙运转起体内那炙热的神火，围绕身躯熊熊燃烧了片刻后，才将身上的极度低温寒气给冲散开去。上空的金色大字还在不停地抖动，其中的那股极度寒冷的力量不断地往外释放着，铺在整个识海。而那雪白之海也随之升起，并且从中出现了一道数百米高的巨大旋风，狂风肆虐，原本极低的温度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见状，萧炎诧异的眼神中也是闪过白色火芒，纵身一跃，悬浮在了空中。巨大的旋风切割着识海空间，金色大字上的力量也是彻底的爆发。与此同时，一道声音传出：小贝，让你尝一尝我的这一招，究竟是你的神火厉害，还是我的必杀技更强？一道灵魂人影在金色大字的周边若隐若现，极其的兴奋，仿佛澎湃到了极点。这道灵魂印记应该是祖龙族先祖中，其实力至少达到了无限接近高阶天位神，不然也不可能利用强大的灵魂力量凝聚时
将四周的环境都为之色变。此刻，萧炎的识海已经是冰天雪地的场景，要不是有着神火的抵抗，怕是萧炎早已经被重创。好强大的灵魂力量！没想到灵魂力量还能这般使用，强，很强。小贝领悟了，萧炎的灵魂识海中，巨大的旋风加剧在上空激荡，寒意一点一点的加重，冰寒的气流仿佛要冻结整片天地一般。虽然自身有着神火的护体，可是却发现自己的思考能力在快速的变慢，似乎也要被这寒意凝固停滞。半空中的那金色大字形态极其的癫狂，忽然又凭空炸开一道惊雷，迅速在识海海面激起一道巨大的水花。萧炎同样也是提心吊胆地望着，因为对方的灵魂力量太过强大了，而且还是直接在萧炎的识海中激起的浪花，如果稍有不慎，便是会被对方的灵魂力量攻击，从而导致自身的灵魂受到重创。小贝，可准备好了？接下来让你见识一下主境巅峰饱和状态的灵魂力量，天地极寒。下一刻，天地间的温度竟是达到连神火护体的萧炎都感到了寒冷之感，这也让得萧炎大吃一惊。神火乃是神物，竟然还抵不住对方的这一道必杀技吗？识海的地面上，那厚厚的雪白之海再度涌起巨大的浪花，以及海面上的巨大旋风，皆是朝着萧炎的方向急速袭来。所过之处，那空间直接是被覆盖上了白白的雪花，能够将空间都产生如此的异象，那温度怕是早已经降到了令萧炎都不敢想象的程度了。很快，感受到对方的强大攻势，萧炎身上的白色火焰竟然都暗淡了下来。没想到陨落了这么久的祖龙先祖，竟然还能够施展出如此可怕的力量。不过，萧炎虽说也很忌惮对方的灵魂力量，可他没有爱认怂的性格，或许这就是让自己一步一步成为真正神奇强者的历练之一。此刻，萧炎的眼眸中顿时闪现出一道惊人的火芒，最后也不再犹豫，直接摊开手掌，手掌之上的白色火焰不停地跳动起来，看似只是一道微小的火焰，但是只有萧炎知晓，在这微小火焰中所蕴含的毁灭力量究竟是多么的可怕。前辈的必杀技果然不凡，不得不让我施展出我底牌。萧炎的语气变得极为的平淡，紧接着手掌中的幻虚神火开始笼罩自己的身躯，脚底下也是弥漫出白色火海，开始激烈的翻滚，一股可怕的炙热波动渐渐地从火海中缓缓浮现，在那白色火海的深处，便是见到一道白色的光束冲天而起，竟然带着一道令这位祖龙先祖都感到一股危险的恐怖能量跃跃欲试。萧炎的目光直勾勾地看着白色光束中的某一点，随着他眼眸中射出一道金芒时，那一朵万丈大的白色火莲便是从火海的深处缓缓升起，同时被那白色的光束所笼罩，有一些模糊感。也就是这种模糊感，令得那万丈之大的白色火莲更是恐怖了几分。一朵万丈大的白色火莲也呈现在了那位祖龙先祖震撼的目光中，看似无比晶莹剔透的火莲，其中却蕴含着非常可怕的毁灭力量。那是神火中有着火神本源，也就是这一种本源，就算是寻常的神奇见到，都会感到心惊肉跳，包括此时瞪大了眼睛的祖龙先祖。这小辈怎么还有如此强大的底牌？不过我就不相信你能够破了我的必杀技。虽然感受到那朵白色火莲的不凡，但这位祖龙先祖也并没有惧意。既然能够见识到如今的时代中能有这般强大无比的小辈，可真是这个时代的兴旺。数万丈高大的白色火莲缓缓地在空中旋转着，其上那无数颗粒的星光点点不断的上升，这画面简直太过神圣了，并且这万丈火莲上的每一个花瓣所散发出来的能量，都是有着轻易毁灭一整个大陆，甚至是超级大陆的恐怖力量。前辈，这一招神怒幻虚莲赐教了。萧炎的声音落下，那高空上的白色火莲便是加快了旋转的速度，下一刻，白色火莲便是直接朝着对方的寒冰巨浪和寒冰旋风的位置爆飞而去。原本这片天地由寒冰之力所主宰，此刻那神怒火莲所过处，竟是有着炙热的高温抗衡着对方的寒冰之力，就连空间上的白色雪花都开始消融，这才是神火的真正威力。很快，白色的火莲在高速转动之下，与对方的强大必杀技彻底的撞击在了一起，在两股力量的相撞之间，可怕的威能如同两个陨石的对碰一般，爆发出极其几个人的巨大响声。要不是萧炎提前做好了准备，恐怕自己的耳朵也算是废了。爆炸声接连不断的响彻，整个天地的空间竟然都异常的扭曲起来，并且一股可怕的火神本源以极快的速度蔓延至整个识海之中，并且在这白色火焰的熊熊燃烧之下，对方的寒冰巨浪和寒冰旋风都有着溃败的迹象。一边是极度寒冰的低温，一边是极度炙热的高温，随着双方不同属性的力量对碰下，一股股可怕的能量冲击波皆是扫荡而开。虽然随着神怒幻虚莲的爆炸，也是让的萧炎取得了一丝上风，可是想要彻底瓦解对方的强大攻势还差一些。给我破！萧炎那深邃的目光中再度浮现一道令人胆寒的金芒，脸上却是挂着一抹自信之色，因为自己的这一招，就算面的第一序列神，后者都要避之锋芒，更何况现在的祖龙先祖还只是一道残魂而已。虚空上那弥漫天地的火焰冲击波不断的扫荡着四周，而在萧炎那坚毅的目光中，那空中白色火焰的力量再度暴涨而起，瞬间爆发出惊人的毁灭之力，直接吞噬了对方的寒冰巨浪和寒冰旋风。可怕的毁灭之力在吞噬了对方的攻势后，
虚空上迸发出能量冲击波的光芒，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开去，所过的笼罩之处，直接温度骤然升高，就连空气都被这股炙热的温度给彻底的蒸发掉一般。那位祖龙先祖露出震惊之色，顿时惊骇地发现，以他残魂体的存在，都是在这种能量冲击波的炙热光芒笼罩下，竟都是要被焚烧撕裂了一般。不过所幸的是，萧炎控制了神怒火莲的攻击力，不然以神怒火莲的毁灭力量，必定能够将对方的残魂体瞬间抹灭。随着冲击波的消散，石海上空的金色大字也是陡然收敛，旋风骤停，就连寒冰之海都消失不见，这里的温度也再度恢复到了正常。后生可畏，后生可畏！没想到一个人族之人，竟是能够将我的必杀技都给抵挡而下，并且要不是小辈的留守，老夫怕是今日就会在这爆炸中彻底的消散。经过与萧炎的交手之后，这位祖龙先祖的声音再度响亮起来，带着欣赏的大笑之声传荡在石海中。萧炎闻言，则是上前一步，拱手谦逊道：“要不是前辈是残魂体，恐怕小辈必定不是你的对手。这次能够赢你，也是侥幸罢了。”如此年纪的实力，不但不高傲，反而懂得低调谦逊，还真是少见啊。不过说到底，你还是赢了老夫，那么老夫就将自己的灵魂本源传授于你，小辈，你的前途无限量啊！说着，这位祖龙先祖的灵魂印记在空中轰然溃散而开，形成了无数晶莹星点，纷纷落了下来，然后与萧炎的灵魂石海彻底的相融。随着每一个晶莹星点融入与萧炎的灵魂石海中后，就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力量竟是开始变得更加精纯启开，而且那已经饱和的灵魂力量开始朝着主境巅峰飙升而去。多谢前辈！萧炎拱手对着祖龙先祖消失的位置感谢道，然后脸色也是大喜，如果将其灵魂本源吸收的话，必定能够突破。所以萧炎则是连忙的盘腿而坐，凝神吸收着此灵魂印记的灵魂本源。在这祖龙墓的第二层空间里，萧炎并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虽然历经险境重重，但灵魂力量也逐渐强大起来，这倒是让萧炎颇感的欣慰。而这一道祖龙先祖的灵魂本源，也让得萧炎的灵魂力量更为的精纯。照这样下去，离突破主境巅峰怕也不会很远了。对于灵魂修为上的突破，萧炎心中一阵大喜。要知道，萧炎的灵魂修为在大千世界的时候就一直处于主境，没有半点的突破。如今能够有着突破的机缘，萧炎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最佳时机。祖龙墓之外，祖龙族的众神兽之人都在沉默打坐，但不时都会将目光落在祖龙墓的大门上，各种复杂的情绪在眼中掠过。伴随着秋风刮起，树上的枫叶也是随风而落，落在地面后又飘起。时间过得真快，萧炎小兄弟进去已经有1个多月了吧？祖龙族的大神斩略微沉静之后，也是出声喃喃道。一旁的白炭微风吹拂，刮起身上的衣衫，虽然不语，但却有着对萧炎一抹深深的担忧，不知道萧炎在里面是否顺利。不过萧炎小兄弟也确实厉害，我们经常进去也最多只能待到1个月就要出来，想不到这他第一次进祖龙墓就能在里面待上1个多月的时间，果然不凡。这时祖龙族的二神斩也是被萧炎的天资给折服，显然也是极为羡慕萧炎的强大。虽然目前萧炎的实力只是第3序列神，与他们这些祖龙族的神斩比起来还相差很大一截，可是他们却相信这位萧炎在未来必定能够成为比肩他们甚至超越他们的超级存在。3神斩在一旁神态故作优雅，但心中却早已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些可都是祖龙族的顶尖强者，都对萧炎如此的羡慕与夸赞。看来萧炎所展现出来的天赋，怕是在整个万兽神界之中都属于佼佼者了。不仅是他们这些神斩，萧炎进去祖龙墓的1个多月时间，也让得祖龙族上下的神兽之人都为之惊叹。他们身为祖龙族的一员，从出生就有着超越这些人类的起步线，拥有诸多神之资源。可是萧炎的出现，不仅获得祖龙的血脉传承，并且又以序列神的力量配合猪龙剑之力击退穷奇一族，如今在祖龙墓之中，怕是应该又获得了诸多的机缘，不然也不会打破有史以来进入祖龙墓的时间记录，真的太不简单了。萧炎小兄弟应该要进入第3层了。大神斩的此话一出，原本就惊叹萧炎不凡的众神兽之人更加震惊地跳了起来。第3层，那可是就连族中一些佼佼者都不敢进去的存在，因为在那其中有着超越主境巅峰灵魂的灵魂印记，也是祖龙族一些高阶天位神所留下的印记。如果运气好获得这样的机缘，的确可以让萧炎一举突破神境灵魂。可是如果运气不好，那么就算是一些寻常的天位神进去了，都得吃瘪。毕竟那可是祖龙族中高阶天位神的先祖，巅峰时期的实力，就算是最近一任的祖龙都无法与之比拟的存在。那些祖龙先祖可都是活了千万年的老怪物了，要不是那一场天古浩劫的缘故，怕是如今祖龙族的底蕴不知道达到何等恐怖的程度，恐怕灭这些穷奇一族只需要举手投足间就能够轻易的将其消灭。虽然说祖龙墓是几位神斩都不愿意进去久待的存在，能支撑多久时间的这种事情，既凭实力也凭天命，否则又何来所谓的机缘呢？如果是属于自己的机缘，那么不管待上多久，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想要提升灵魂的力量，安全和危险都是并存的。不过对于萧炎而言，
几位祖龙族神斩的眸子中却是有些平静，似乎对萧炎的安全有着足够的信心。祖龙墓之外的众神兽之人依旧是默默地注视着在夜色晨光交接处显得格外幽暗的祖龙墓，顿时也感觉到有些寒意。不知道朝阳升起的时候是否会带来一些温暖的希望。无论外界如何日落日出，祖龙墓内永远都是一片黑暗。对萧炎来说，祖龙墓中的黑暗已经让萧炎都忘记了时间的存在。经过几天时间对那道祖龙先祖其灵魂本源的吸收炼化，终于是不负众望的从主境后期突破到了主境巅峰灵魂层次。虽然身躯变得非常的疲惫，但感受着自己识海中那磅礴无比的灵魂力量，再疲惫也觉得一切都值了。这就是主境巅峰的灵魂力量吗？实在是太强大了。如果是现在，萧炎不动用焚神异火的力量，仅只要施展出主境巅峰灵魂，也能在对战第一序列神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虽然不能重创对方，但至少也让自己的战斗力提升了许多。萧炎也露出满意的一笑，便是直接朝着第3层快速掠去。